不是那一天突然爆出的一条热搜，所有人或许都以为王一博依旧是那个冷静、自律、行事低调的顶流，仿佛任何流言蜚语都无法在他身上留下痕迹。然而，真正的刀从来不会在你防备的时候出现，它往往是在你以为一切安稳时，悄无声息地落下。近年来，无论是在影视剧、综艺还是代言领域，王一博都保持着极高的曝光与热度。他似乎永远忙碌，却又永远稳定。但就是这种稳定，让某些人感到了威胁。一个不炒作、不制造话题，却仍然拥有恐怖流量的存在，本身就足以让一些人坐立不安。于是，质疑开始出现，他是不是太冷漠？没有作品，凭什么拿大奖？他到底有什么实力？甚至还有一些无端联想的阴谋论被悄悄散播开来。而最可怕的，不是有人带节奏，而是媒体在不动声色地推波助澜。最开始，只是一些标题暧昧的文章，王一博的高冷，是自律还是疏离？他是否隐藏了太多？业内人，他其实不合群。这些文字看似中立，实则在不断引导公众产生怀疑。而当怀疑累积到一定程度，舆论就会开始自燃，只要有人丢了一根火柴，便会燃成无法扑灭的大火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这些文章背后，也许已经有人提前布置好了一张无形之网，等待着一个时机，把它推向被攻击的中心。王一博并非不知道，只是他选择了沉默。但沉默从来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在说，我不想浪费力气在无意义的混战中。然而，有些人显然并不想让他保持这种静默的力量。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。某一天，一条看似平常的热搜忽然登顶，王一博态度傲慢。短短几个词，却足以让无数吃瓜群众瞬间冲进评论区。更可疑的是，那条视频来源模糊，字幕拼接不清晰，却被多家自媒体同步转载，仿佛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信号，准备集体出击。评论区瞬间沦陷，他一直这样，只是以前没被曝光，顶流膨胀了吧？果然红了就飘。而真正了解情况的粉丝却发现，那段视频其实被剪掉了关键上下文，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互动，却被硬生生扭成耍大牌。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战，没有直接攻击，没有粗暴谩骂，但通过不断释放暗示，让大众对他形成刻板印象。当这种印象一旦形成，再多的解释都显得苍白，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看起来合理的谣言，而不是复杂且需要理解的真相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攻击并非一次性事件，而是持续性的信息轰炸。一天一个节奏，一周一个争议，永远保持在刚好不至于翻车，但足够让人烦的程度。有人说，这是一种精准的心理消耗战，不求一击致命，只求日复一日的消磨，让他疲惫，让他怀疑自己，甚至让他开始自我设限。而这正是无形攻击最可怕的地方。你是否发现，每当关于王一博的争议发生时，媒体很少第一时间澄清事实，却总是选择观察、转载、模棱两可的评论。他们会在标题写上疑似、或许、网友爆料，然后丢出一句真相仍有待确认，就此抽身，把王一博丢在风口浪尖上，承受所有后果。这种我不背责任，但我可以推波助澜的操作，才是最令人愤怒的。为什么他们不澄清？因为澄清不会带来流量，而模糊可以制造讨论。而当讨论足够多，媒体就是赢家，不管事件本身是真是假。更隐蔽的是，有些营销号甚至会在同一天发两种完全相反的内容。上午，他态度傲慢，网友质疑不断；下午，他其实很努力，工作人员爆料他超敬业。看似平衡，实则是在不断制造混乱，让大众无从判断，让争议永远维持在高温状态。而在这场无声的战役中，真正受伤的永远不是媒体，而是那个站在漩涡中心却从未主动发声的王一博。真正可怕的攻击从来不是一刀致命，而是慢慢让你失去力气。
在一次次争议中，王一博不是不知道有人带节奏，也不是看不见某些恶意评论，他只是选择不回应、不参与、不给对方表演舞台。然而，这种沉默的高冷也被人曲解成冷漠、清高、不合群。于是，攻击的方式开始改变，从偶尔质疑变成持续跟踪，从公开吐槽变成潜伏阴影中不断丢石子。有人会在每条新闻底下留言，他又来蹭热度了。有人会在他代言的商品评论区刷，拒绝消费傲慢艺人。甚至有人会潜入粉丝群，制造内部矛盾。他有回应过你们吗？他真的在乎粉丝吗？这一切让人忍不住怀疑，他们到底恨的是他的成功，还是他的沉默？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他道歉，还是他倒下？有心理学家曾说，真正的精神攻击不是骂你，而是让你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。当一个人每天醒来都要面对无数恶意，当每一次发声都被曲解，当你努力了99次，却因为一次误解被全盘否定，请问谁还能完全无所谓？他们口口声声说他没反应，却从未想过，也许他只是在努力撑住情绪，不让自己崩溃给你看。有人说，王一博的粉丝太凶了，太护短了，但他们从未明白，粉丝的愤怒不是盲目，而是源于看得太清楚。他们知道王一博每天凌晨还在练舞、拍戏、备赛。他们知道他宁愿在后台啃面包，也不愿耽误录制时间。他们知道有时候他面对镜头笑得很礼貌，但眼神里藏着疲惫。而当媒体只截取他无表情的一瞬间，却不肯播放他谢幕后深深鞠躬的画面，粉丝怎能不怒？当有人说他拿奖是靠资本，粉丝一条条去翻他从练习生到顶流的所有现场，证明他每一步都靠实力。当有人说他人缘不好，粉丝整理出无数合作艺人对他的赞赏，却依然抵不过一句他可能只是装的。他们不是不知道争论没意义，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舆论不可控，他们只是不愿让真相被淹没，让他的努力被抹杀。所以，当外界一次次地攻击，他们选择一次次地站出来。有人熬夜写长帖澄清，有人自掏腰包买热搜反黑，有人在现实生活中贴海报、挂灯牌、开大屏，不是为了炫耀粉圈力量，而是为了告诉世界，向右你们可以黑他，但我们不会坐视不管。第6节，他为什么不回应？沉默背后是无奈还是克制？在每一次争议中，总会出现一种声音，他为什么不澄清？他明明一句话就能解决，为什么不说？他沉默是不是默认？但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行业，你就会知道，有时候沉默不是默认，而是无法回应。第一，任何公开声明都需要经过层层审核，一个字用错就可能引发更大的风波。第二，回应一次就意味着以后必须回应所有次，你永远不能停下，哪怕你说的再明白，仍然会有人认为你在狡辩。第三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不想把生活变成永无休止的辩论赛。试想，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要证明我没有错，我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他还剩多少力气去创作、去演戏、去跳舞？王一博选择沉默，不是因为他软弱，而是因为他明白，很多人误解了沉默，以为那是一种被动挨打、任人摆布的姿态。但真正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他的沉默是他最锋利的武器。他从不刻意讨好，也不故作姿态去迎合大众情绪。他不在镜头前卖惨，不在直播中哭诉委屈，也不在深夜发长文解释一切。他只是继续工作，继续拍戏，继续跳舞，继续拿成绩说话。这份克制不是因为他不痛，而是他知道，如果我开口，他们就赢了。他们想让他发怒，想让他失控，想让他陷入情绪漩涡，从而继续制造话题，继续消费他。然而，他偏偏不给机会。他就像一个站在风暴中心的人，任凭狂风暴雨咆哮，他只是静静站立，不躲，不逃，不屈。这样的沉默不是退缩，而是宣战。我不与你们玩同一种。